浙江天台山国清寺，这座始建于隋代的古刹，山门朝东，正对一条蜿蜒而上的石阶。每一个来朝拜的人拾级而上，气喘吁吁地走到门口，一抬头就会看到门楣上刻着4个字：莫向外求。这4个字的位置是精心设计的，它不是刻在大雄宝殿里让你跪着瞻仰的，不是写在经书上让你研读参究的，而是刻在门口，在你即将跨进寺庙的那一刻，在你满心期待从佛菩萨那里得到点什么的那一刻，他当头给你一句：别往外找了，你要找的东西不在里面那尊佛像身上。这个设计太绝了，你千里迢迢跑来，花了路费，费了脚力，带着一肚子心愿，求平安，求姻缘，求功名，求解脱，结果到了门口，寺庙自己告诉你，你来错了地方。不是寺庙不灵，而是你求的方向反了。莫向外求这4个字最早可以追溯到佛教经典《大乘本生心地观经》里说，3界之中以心为主，能观心者究竟解脱，不能观者究竟沉沦。心是一切的主宰，解脱不在外面，在你的心里。禅宗6祖慧能说得更直接，菩提指向心密，何劳向外求玄。觉悟这件事只能往心里找，何必辛辛苦苦到外面去求什么玄妙的东西。但真正把这4个字刻在山门上，让它从一个佛学概念变成一种生活态度的，是中国文化独特的消化方式。它经过了佛教、儒家和道家3重淬炼，最终变成了一句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底层代码。先讲佛教这一层，释迦牟尼成佛的经历本身就是莫向外求最经典的示范。他本是迦毗罗卫国的太子，出城看到生老病死，受到巨大冲击，于是离家出走，到处拜师学道。他试过苦行，饿到皮包骨头，差点死在河边。他访遍当时印度最有名的修行者，学遍了所有能学的法门，但6年过去了，他依然没有解脱。最后他坐在菩提树下发了一个狠愿：不成正觉，不起此座。他不再向外找老师，找方法，找捷径了，他把所有的注意力收回到自己的内心。49天之后，他抬头看到启明星，豁然大悟。这个故事的核心信息很清楚，释迦牟尼不是靠任何人、任何法门、任何外力成就的，他最后一步是彻底放弃了向外求，才真正找到了答案。所以佛教从根本上讲，不是让你拜佛求佛的，而是让你成为佛的。佛是觉者，觉者是醒过来的人。你本来就在睡觉，佛不能替你醒，你得自己睁开眼睛。禅宗把这一点推到了极致。有一个著名的公案，一个弟子问师父，什么是佛？师父说，你问佛干什么？你自己就是佛。弟子很困惑，说，我不觉得自己是佛啊。师父说，那是因为你不肯承当，你不肯承认自己本来就有，非要到外面去找一个，所以你永远找不到。另一个公案更狠，有人问赵州禅师，什么是祖师西来意？就是达摩从印度来中国到底要传什么？赵州说，庭前摆数字。问的人懵了，说，师父你别用外物来敷衍我。赵州说，我没有用外物敷衍你。问的人还是不懂，又问了一遍。赵州说，庭前摆数字。这个回答看起来牛头不对马嘴，但赵州的意思是，你问我达摩带来了什么，我告诉你，你眼前那棵柏树就是。真理不在达摩那里，不在印度那里，不在任何遥远的地方，就在你眼前，就在你此刻能看到、能摸到、能感受到的一切里。你非要绕开眼前的东西去远方找一个答案，这才是最大的迷障。再讲儒家这一层，儒家表面上不讲求，儒家讲的是修，但修的功夫说到底也是往内走的。孔子说，君子求诸己，小人求诸人。君子遇到问题，先在自己身上找原因；小人遇到问题，先怪别人，怪环境，怪运气。这句话和莫向外求几乎是同一个意思，只是用儒家的语言说了一遍。孟子说得更透彻，万物皆备于我矣，反身而成，乐莫大焉。所有你需要的东西，你本来就有，你只需要回过头来，诚实的面对自己的内心。那种快乐是任何外在的东西都给不了的。他还说，行有不得者，皆反求诸己。事情做不成，别去怪外部条件，回到自己身上找原因。
这和佛教莫向外求的逻辑如出一辙，只不过孟子关注的是道德实践，佛教关注的是终极解脱，但方向完全一致，向内别向外。到了王阳明，儒家的莫向外求达到了顶峰，他龙场悟道之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圣人之道，无性自足，向之求理于事物者，物也。圣人的道理我自己心里本来就有，以前到外面的事物上去找理，全搞错了。他的致良知说到底就是一句话，你心里那颗良知什么都知道，你不需要去外面找标准，找权威，找答案，你只需要听他的，然后照着做。这和禅宗的莫向外求几乎可以无缝对接。最后讲道家这一层，道家可能是三家里面最彻底不外求的。老子说，不出户，知天下，不窥牖，见天道，其出弥远，其知弥少。不出门就能知道天下的事，不往窗外看就能看到天道，你跑得越远，知道的越少。这话听起来反常识，但老子的意思是，真正的智慧不是靠收集外部信息得来的，而是靠内观和体悟。你往外跑得越勤快，心就越散乱，离道就越远。庄子讲过一个故事，有个人丢了斧头，怀疑是邻居的儿子偷的，于是怎么看那个孩子怎么像贼，走路像贼，说话像贼，表情像贼。后来他在山谷里找到了斧头，再看邻居的儿子，怎么看怎么不像贼了。斧头从头到尾都在他自己手里，但他非要往外找贼。庄子用这个故事说明，问题往往不在外面，而在你心里那个先入为主的判断。你的心乱了，看什么都是乱的；你的心定了，外面什么都没变，但一切都顺了。三家讲到这里，殊途同归。佛教说别往外求佛，佛在你心里；儒家说别往外求理，理在你心里；道家说别往外求道，道在你心里。三教合一最精粹的结晶，可能就是这四个字，莫向外求。但这里有一个很容易被误解的地方，莫向外求不是让你躺平，不是让你什么都不做，不是让你和社会隔绝，闭门造车，它是一种方向的调整，不是行动的取消。你当然要出门，要工作，要和人打交道，要在这个世界上做事，但你在做这些事的时候，心里清楚，真正的力量不来自外部的认可、财富、地位、运气，而来自你内心的定力和清醒。外求的人得到了就狂喜，失去了就崩溃，永远在过山车上。不外求的人得到了不狂，失去了不崩，因为他知道自己的价值不依附于这些东西。今天这个时代，莫向外求四个字可能比任何时候都更有意义。我们活在一个极度鼓励外求的时代，社交媒体告诉你幸福是别人的点赞，消费主义告诉你快乐是下一件商品，成功学告诉你价值是更高的职位和更大的房子。你不停地往外抓取，抓得越多，心里越空，因为外求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，你永远可以看到比你更有钱的人，比你更有名的人，比你过得看起来更好的人。只要你的眼睛还在往外看，你就永远不满足。国清寺山门上那四个字，1000多年来被无数人从下面走过，有人看懂了，有人没看懂，有人以为自己看懂了，但其实没懂。他不教你任何具体的方法，不给你任何承诺，甚至不欢迎你带着祈求的心态进去。他只是在你最疲惫、最焦虑、最想抓住一根救命稻草的时候，轻轻提醒你一句，你要找的东西不在外面，回头看看你自己，答案一直在那里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，除了点赞、关注和分享，也可以请我喝杯咖啡哦。你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